嘿，大家伙早喽！9月12号星期二，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还是轻松跑。明天强度课，所以咱们提前到今天回评论。今天白天还要外出一天，而且可能走的比较早，早着我得稍微快一点，早点回去。差不多最近这10天训练没有之前那么规律，因为白天也不像之前那么规律，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很多小伙伴工作不规律或者说比较忙的训练起来的苦恼或者是问题吧。当然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它会影响你短期的一个训练的状态，但是不会影响太大，不用太担心。跑多了你就发现什么都不用太担心。看天还刚刚亮起来，行，那咱一会儿回评论再聊啊，加油干！2024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开始报名了，好像是美国的东部时间11号到15号，不是先到先得啊，还是要 BQ。我感觉可能要比实际的您年龄组的 BQ 线要快5到7分钟，要看哪个年龄组。像我这个年龄组可能竞争就比较激烈，可能有的年龄组您达标了就行。我觉得波士顿跑马拉松的小伙伴有机会的话，今生去一次不会遗憾。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一是太远，二是现在物价有点高。但是我觉得钱其实从来都不是阻碍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会有办法。今年波士顿赛后碰到那位新加坡来的老哥，讲中文的，聊两句。昨天给我发了邮件说，这个月要去柏林马拉松了，并且呢，因为他年龄组比较靠后，就比较年长了，所以呢，还收到了大满贯的年龄组的邀请，可能还会再给他一场大满贯赛事的名额，可能是东京，也可能是伦敦，都是不好抽签的。恭喜恭喜！像这种还能保持联系的朋友，真的是挺好的。包括在波士顿的时候送我2021年波士顿马拉松夹克的那位老哥，不知道他还好不好。现在转眼半年就过去了，很快。还有前2天穿的北马那件背心儿，这几个年份对我都很有意义。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彻底改变了我的各种生活，不管是马拉松的还是其他的。24号就要全程马拉松比赛了，提前15天做了一个30公里。为什么提前这么短呢？是因为出签出的太慢了。对，这我老说，就是大满贯赛事基本上是至少提前半年，有的可能是提前1年就开始报名了。所以很多我们国内的赛事想要办成全球化的，那还是需要很多的改变。他的提前15天跑了31公里，平均配速4分51，心率165。如果你这31公里都没有掉速的话，我感觉比赛的时候可以按照4分50以内的配速来规划，因为心率不算高，在马拉松比赛里。当然我不知道您的年龄啊，就如果比我年轻的话。
但是坦白说，提前15天太近了，太近了。15天您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得过来，就是恢复可能可以身体上恢复过来，但是您没法再找状态了。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就是损伤和疲劳应该都修复了，但是您还需要时间去找一找状态啊，对吧？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2周，就现在这1周一定要减量，休息，跑一些轻松跑。对您来说，轻松跑就是6分的配速，6分以内就行。比赛前最后1周呢再调整，这个一会儿还有一个评论是涉及到这个，一会儿咱们一起聊。然后怎么避免闹肚子？这个只能是先去卫生间再参赛。老哥在前面，早啊！我今天先自己跑2圈，我今儿出来晚了啊，一会儿见。您只要赛前把排空做好就没事儿，然后不要吃豆制品，然后最好不喝奶，不要吃高纤维的东西。就比赛当天的早餐，所有的蔬菜都不要吃，水果也不要吃，豆浆、豆腐坚决不要吃，牛奶能不吃就不吃，然后鸡蛋其实也不要吃，就是米或者面，就小麦或者水稻制品，就挺好的。也别吃太甜，别面包使劲抹果酱。我的建议是可以抹花生酱，当然还得看您是不是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试一试，对吧？之后高心率的问题，看我去年的北京马拉松赛前30天，我跑了一个3分43配速的30公里，没有掉，是按照全程马拉松2小时40准备的。为什么比赛的时候跑了2小时45？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回答您啊，有几个因素，我也总结过。第一个因素呢是天气，那年的北马有些冷，那年只有6摄氏度，好像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比较理想的温度是11、2摄氏度，半程马拉松大概是10摄氏度或者8、9度的样子吧。这是第一，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那个月我训练不规律，因为搬家折腾了1个月，而且有一个轻伤，主要轻伤那个是个关键因素，它影响了我赛前1个月的安排。然后最后就是我感觉我一直老说那根弦绷得太紧了，绷了3年，就真的有点绷不住了，小伙伴们。这我相信可能屏幕前的您也绷过，真的绷不住了当时。而且那段时间搬完家以后呢，不瞒大家讲，一直生活在担心中，就担心去不了比赛了，状态不好吧。然后那天我公布出来的心率说平均心率177，但是有一些误差，可能在175左右，因为后半程心率设备出了点问题，后来才知道的。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的体会啊，就是心率到最后永远不是问题，就是您成绩不好，
最后达不到自己的那个天花板，或者像我能不能跑到240，跟心率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不太好描述，就是你跑多了就能也不能说理解，就能感受到了。然后安卓设备装 Strava 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安卓设备是比较尴尬，因为如果没有 Google 那一套框架服务，确实有些事儿不好弄。这个我也不太好说。女性30公里测试4分54的配速，跑步收获最多的是让自己就是精神方面更好了。特别赞同您的评论，您写了很长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收获了很多，比方说脚踝力量的增加。是的，耐力项目，尤其是马拉松，会让你在很多普通人永远练不到的地方变得特别出众。这个和去练大肌肉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你看，很多女性朋友到30多岁，开始容易有习惯性崴脚或者怎么样。如果您跑马拉松，就绝对不会。冬天带心率臂带放在衣服里会不会有影响？我在冬天只带过 Paula 那一款，完全没问题。按照它的原理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它不会受静电影响。你们看前面这位跑者，胳膊上带的就是雅培那个10指血糖，但是是普通人的，不是运动员的左臂。可以翻翻我之前详细评测过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自己想破130自测半马，成功127，了不起，能感受到您的喜悦。我第一次破130的时候也是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特别棒。手半马怎么补给？能不能赛前吃能量胶，之后赛中间不补给？不行啊。如果您是手半马，我建议8公里吃个胶，然后水呢5公里、10公里、15公里都补，就完事儿了。如果是自测的话，最差你10公里的时候要补水。这个天气的话，冬天可能无所谓。下周日马拉松感冒了，轻感冒怎么办？等待它好起来，只要不发烧不咳嗽，我觉得想去完赛没问题。拼成绩的话，就算您这一周好起来了，您肯定也跑不到最好成绩了。就放松放轻松。有的小伙伴去柏林马拉松做志愿者，有的小伙伴报名了志愿者，了不起啊！大家去国外参加这些比赛，大满贯比赛，志愿者都特别了不起，给您点赞，给您点赞。最后咱们说说赛前减量的事儿。全程马拉松的话，赛前8天到10天开始慢慢减，也就是说，比赛前那个周末就不要按常规的强度训练了，减到70%，然后最后一周前3天降到60%，之后从周3开始降到40%。一般我的安排就是周4休息1天，然后周5呢轻松跑个6、7公里，中间穿插个几组200米的冲刺。周6休息1天，周日比赛。去博览会领东西建议放在周5，这样周6能纯休息1天。如果您工作时间不允许，就周6一早去。行，差不多。那咱们加油干！感谢各位的评论和弹幕，我都看了。9月12号星期二清晨6点28，训练结束啊。
今天虽然是第3个训练日，但是还是轻松跑，就跑了12公里，平均配速5分08，1个小时01分钟。平均心率138，平均功率194，步频也是194，还行啊。为什么这2天跑的少呢？一是因为上个周期跑了5天，然后有2个强度课会比较疲劳。另外呢，是这个周期的第1天我跑了一个有点强度的，因为整个的强度跑加起来是30分钟，就不少了。也是应对这个训练周期的原因，因为明天是合练的强度课，还是要尽可能保证质量。虽然第4个训练日跟第1个训练日不一样了，但是呢，昨天跟今天就会轻松跑。另外就是这2天来这边玩的朋友们，陆续的迎来送往的该走了。然后昨天跟今天还要在外边忙2天，今天应该在外边忙1整天，就光走路了。来过这边旅行的小伙伴们也知道，这边走路会走的比较多，是不是？所以调整状态，同时呢，准备月底的这个比赛。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还有好多我都看了，就是来不及一期都说。我会慢慢的尽量的都回复。这段时间确实这几天忙，没有在文字上去回大家的评论。明天把工作落下了一些工作，明天会把工作努力处理一下，然后后天我就恢复正常的状态。之后正好后天是休息日嘛，调整1天，然后就认真准备月底的比赛和下月中的比赛，就不想别的了。这段时间，好吧，还行哈。今天状态也还行，中间穿插了3组冲刺，2组200米，1组300米，间隔150米，就随机冲2组，冲到3分40，不会冲到太快，然后找找感觉。明天早晨就是热身去大阪城，然后参加合练，回来的时候在大阪城那路口，就是历史博物馆那儿 NHK 那儿，然后看见了石川先生去跑步，打了个招呼，不知道明天他去不去。好，这天气也凉快下来了。前2天一直在下雨，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晒1天，明天可能会热吧。加油干，加油干！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那我们明天强步课见。